Tokyo, go for alert 11. Roger, HS clear position, Lodge 11. Apple as your request, report finish holding. Report finish holding. Go ahead. Tokyo Radio alert 11. Copy. We will report when we're finished holding. Go. Tokyo Radio alert 11. Request. Lodge 11, go ahead. Okay, go ahead. Tokyo alert 11. Request descent. 19 block plane. Lodge 11, you are requesting descent. Tokyo Radio alert 11. Affirmative. Request descent to flight level 190. Block 200. Request descent 190200. Standby. Call back. Tokyo alert 11. Roger, call back.这段录音据传是美国2架 B-1B 轰炸机飞入中国东海时被中国歼20伴飞并驱离。B-1B 飞行员肉眼看到了中国的歼20，但在雷达上并没有找到，因此向地面指挥中心询问是否安排了其他飞机进行护航，结果是并没有，所以 B-1B 被迫折返离开了中国东海。不过从刚才放出的整个录音来看，分明是一名飞行员与东京的航空管制员进行降落前结束盘旋降低高度的对话，里面完全没有提及歼20，也没有提到不明飞机伴飞的话语，而且地点也不对，一个在中国东海附近飞行的飞机是不太可能跟远在东京的地面管制员沟通降低高度事宜的。因此综合判断， B-1B 抵近中国东海不假，但鉴于中美军方都没有给出相关信息和图片，所谓的 B-1B 雷达无法监测到歼20，只能由飞行员肉眼可见，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至于那段跟东京航空管制员的对话音频，则明显是网友自行歪歪的移花接木了。不过这次 B-1B 的确是来了，但它所针对的则是朝鲜半岛。如图所示，2架 B-1B 战略轰炸机从本土起飞，横跨了整个太平洋，长途奔袭至亚洲。先是飞越了日本本土，随后经由日本海进入朝鲜半岛，在贴着38线航过一侧横穿半岛后进入黄海空域。根据日本防卫省的通告，在 B-1B 进入日本时，是由日本自卫队的 F-15J 和驻日美军的 F-16进行伴飞，而进入朝鲜半岛后，则改由驻韩美军的 F-16和韩国的 F-35A 进行伴飞。如图可见，既然在战略轰炸机上机组人员能将伴飞的 F-35拍得一清二楚，那么如果真的有中国的歼20出现在视野可及的范围内，那么机组人员的相机中应该也可以拍到。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照片曝光出来。而且从 B-1B 的飞行轨迹来看，在从韩国领空南下进入东海时，还刻意避开了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之所以用刻意，是因为这边明显有一个大角度的转向。因此网上立刻流传出这样一幅图，也就是由于2架 B-1B 在南下途中遭遇了歼20机队的拦截，因此改变了原来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路线，突然转向远离而去，甚至还标出了 B-1B 的计划航线和实际航线，并配上了片头放的那段录音，于是才有了后面 B-1B 雷达无法发现歼20，只能目视其接近并被驱离的一整段故事。不过刚才也说了，录音是移花接木的，而美军方面也不可能率先曝光自己的飞行路线给大众，也就是途中的计划航线。而且注意，这幅图的歼20编队还飞出了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对外机进行驱离。但防空识别区毕竟不是领空，外国军机进入我领空是要直接被击落的，而对于防空识别区来说，外国军机一旦进入是有义务向我方通报来意的，如果不通报，则将受到我方军机的拦截。此前歼20与美军 F-35在东海相遇，正是发生在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内。而对于防空识别区以外的外国飞机，则是没有理由随意进行拦截或者驱离的，而且此前也没有过先例。因此综合以上判断，这幅图、这个录音以及整个故事为网友自行脑补的概率很大。美国2架战略轰炸机 B-1B 之所以在接近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时改变航向远离而去，是因为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来挑衅中国，而是专门针对的朝鲜。因为朝鲜的前2天刚刚向美军展示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那就是试射了一枚火星17。火
火星17是朝鲜现役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2020年服役。由于火星15已经基本能够覆盖美国本土绝大部分地区，因此研制更大的火星17表明朝鲜方面正在寻求更高的载荷和更远的射程。据称，火星17可以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2基液体火箭发动机，并可陆基机动发射，射程可达15000公里。这个射程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土的民兵3，大致与我国的东风41相当。火星17由此成为朝鲜震慑美国的第一大杀器。也因此，对于去年和今年的2次试射，朝鲜方面还专门用了拍摄电影大片的方式，呈现了金正恩莅临现场指导以及成功发射的壮观场面。火星17的长度约25米，直径约为2.4至2.9米，均超过了美国的民兵3和中国的东风41，可以说更粗也更大。不过，尽管跟东风41一样采用陆基机动发射，但朝鲜在研制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方面则相对滞后，因此火星17仍然是液体燃料。此前介绍过这2种燃料的区别，液体燃料燃烧较为充分，而且可以多次点火，对于需要比冲高的航天运载火箭就再合适不过了。不过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运输极为不便，而且火箭发射的准备时间也较长，这样就不太适合用在导弹上了，尤其是对机动性能要求更高的导弹。导弹暴露在发射地太长的时间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因此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正是为此而来。中国的东风41和美国的民兵3都是采用多级固体推进剂的火箭发动机，显然朝鲜在这方面还相对落后。不过既然是战略核武器，上面的核弹头和它的射程自然是最重要的。一款能够覆盖美国全境的核武器还是分导式核弹头，甭管用的是什么燃料推进，也一定会对美国人产生巨大的威慑。因此作为反制，美国的 B-1B 这不就来了吗？提到 B-1B 就不得不提一下战略轰炸机了。这种空机的威慑力量非但朝鲜不具备，世界上的玩家也屈指可数。此前英国曾经装备了一款火神战略轰炸机，可以装载核弹头，成为冷战时英国最主要的空中核威慑力量，而且还有过实战经历，就是参加过1982年的马岛海战。不过2年之后的1984年就退役了，因此自那时起，全球拥有战略轰炸机的玩家就只剩下美苏2国了。而且这2国还都很奢侈，各自拥有3款，分别是美国的3B 和苏联的3图。美国的3B 中 B-52 绰号同温层堡垒，1955年服役至今仍然还在执行任务。前几天3架 B-52 就曾经来到台海骚扰，企图穿越台湾海峡，后来我方一次性出动了19架歼10C 进行拦截。3架 B-52 见状很识趣的改变航向，迅速撤离。B-52 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航程16000公里，速度是 0.81 马赫。尽管无法超音速，但美军对其却是乐此不疲，预计将让它服役到2050年，而取代它的 B-1B 和 B-2 都很有可能将先于它退役。接下来的 B-1B 就是今天的主角，绰号枪骑兵，航程12000公里，高空极速可达 1.2 马赫。这款飞机可以说是对标俄罗斯的图160而来，两者样子也有些像，都采用可变后掠式机翼。不过相比图160的2马赫速度， B-1B 的极速 1.2 马赫还是差点意思。剩下的就是 B-2 了。B-2 并没有像苏联人那样追求极速，而是采用科幻般的飞翼设计，依靠隐身性能来进行突防。由于其外形的颠覆性和科幻性，这使很多中国军迷认为中国未来的轰20也将是这个样子。不过隐身飞翼布局却牺牲了 B-2 的速度，最高只有 0.95 马赫。B-2 的造价也达到惊人的24亿美元。中国人对其最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 B-2 在1999年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了。很多人误将其认为是 F-117 所为，但其实是记忆偏差。当时是南联盟用 SAM-3 打下了一架 F-117， 但轰炸中国大使馆的元凶则是从本土起飞的 B-2 幽灵轰炸机。从击中大使馆的捷达姆导弹就能看得出来。当然，由于 B-2 单价24亿美元高昂的价格，致使美军也用不起了，它将由美国的下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1所取代。俄罗斯现役的3图就是图95、图 2M 和图160了。图95航程达到16000公里，最大速度 0.82 马赫，与美国的 B-52 大致相当。图 2M 逆火，最大速度尽管提升至 2.3 马赫，但航程只有7000公里，将其列入远程战略轰炸机的行列略显勉强。图160白天鹅就不用多说了，以前也经常提到，最大速度为 2.02 马赫，航程达到12000公里，成为以速度突防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标杆。
这里要额外提一下的就是图16，这款苏联上世纪50年代设计的轰炸机，尽管1993年在俄罗斯就已经退役了，不过生产线在此前就卖给了中国，并仿制出了自己的型号，这就是轰6。轰6也是中国现役唯一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轰6从甲乙丙开始不断改进，一直到现在的轰 6K、轰 6N 等，已经魔改了 N 个版本。尽管多种型号的轰6已经可以承担我国绝大部分战略打击任务，空中加油，甚至携带东风21D 的空射版本这种特殊武器，但50年代的设计使得轰6无论怎么魔改，始终都有上限。轰6的航程7200公里，勉强达到逆火图 2M 的水平，但 0.85 马赫的最大速度远不及逆火的 2.3 马赫，因此综合性能还无法达到美国3B 和俄罗斯3图的水准。于是广大军迷和网友就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研制的下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的身上了，这就是万众期待的轰20。至于轰20最终是走 B2 那种飞翼隐身设计，还是如图160那种追求急速突防，本频道已经做过多期视频进行解读。而关于它的最新进展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下期视频再来介绍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